一家肉联厂的员工宿舍内突然发生了大规模的食物中毒事件，可奇怪的是，工厂并没有提供1日3餐，几名轮班司机所吃的食物也并不相同。为此，医护人员安雅怀疑这是和他们工作的环境有关。在检查了他们平时运送货物的卡车后，安雅发现车厢里还残留着许多没有清理干净的腐肉。随后，他便找到了那几名司机询问，得知肉联厂并没有按照规定处理废肉，而是偷偷地将其非法倾倒在了郊外的森林中。从司机口中得知具体地点后，安娜在前去调查之前，在网上搜索了该地点的相关信息。她发现有一名视频博主就肉联厂非法倾倒问题曾发布过视频。这名叫做索菲亚的博主和附近德卡村村长一起来到了肉联厂倾倒废肉的深坑，大量的废肉堆积成山腐烂后，发出阵阵恶臭。看到这里的安雅立马带上了助手前去德卡村调查。凑巧的是，当他们抵达目的地时，正好遇见了德卡村的村长。由于不知道倾倒废肉的具体位置，所以安雅便让村长带自己前去倾倒地点查看。可就在他们走到一半的时候，村里突然传来一阵枪响。原来就在他们走后不久，一名村妇找到了助手，说自己的女儿一直高烧不退。然而助手为其检查之后，发现对方很可能是患上了感染病。可村民不仅不相信他的话，还为此和其发生了冲突。等安雅赶到这里后，便在村长的授权下进屋查看情况。直到这时，他才发现生病的人竟然就是那名叫做索菲亚的视频博主。对方此时不仅高烧不退，并且身上还长满了脓包。在为其做了简单的隔离措施后，安雅让索菲亚的母亲暂时从家中搬离，但对方却认为安雅口中的传染病根本就是危言耸听，并没有将她的话放在心上。无奈之下，安雅只能打电话回病毒中心寻求支援。可这时她才发现手机根本就没有信号，而且他们开来的救护车也意外抛锚。别无办法的安雅只能穿上防护服，然后将所有村民全部召集到了空地上。她将索菲亚感染传染病的事情全盘托出，为了防止其他村民也感染上这种病毒，并要求大家待在屋子里进行自我隔离，避免交叉感染。但可惜顽固不化的村民根本就不相信他所说的话，并认为安雅就是个骗子。最后还是村长前来帮他稳住了局面，让所有人都安分地回到了家中。随后村长带着安雅来到了废弃的救护站，试图在这里能找到一些能用的东西。与此同时，救护车也在2名村民的帮助下重新启动。当听到动静的安雅赶来时，害怕感染的助手已经开着救护车远去。不过安雅也没有责怪助手，因为回去寻求支援只需要1个人就能完成。可随后安雅准备检查索菲亚的状况时，才发现对方竟然不在家中。索菲亚的母亲竟然让女儿去外面呼吸新鲜空气，美名其曰大自然是最好的医生。等到安雅在村口找到索菲亚时，她的病情已经开始迅速恶化。与此同时，开着救护车的助手终于打通了病毒中心的电话，可还没等他来得及说出德卡村的名字，迎面就驶来了一辆打着远光灯的汽车。眼前一片煞白的助手为了躲避对方，不幸发生了车祸。随后没过多久，正在照看索菲亚的安雅就听到了屋外传来的喇叭声。当他走出屋子后，才发现村子里的居民竟然聚集在一起，正准备举办订婚宴。新郎一家还是开车赶来的这里，上前想要阻止这一切的安雅也都被这些人无视。看到这些人脸上洋溢着喜悦的表情，无奈的安雅刚转身就惊讶地发现了满脸无辜的助手。原来和助手发生车祸的正是新郎一家。为了赶上订婚宴，他们直接将助手带回了德卡村。由于害怕安雅的责怪，他谎称自己已经将消息传递回了病毒中心。而此时正在庆祝的订婚现场却突然发生了变故，一名男子无缘无故地晕倒在了地上。当看到这一幕的安雅上前查看时，他发现这名男子的手臂上也全都长满了那种脓包。直到这时，村民们才相信了安雅所说的传染病，纷纷回到了自己的家中。而另一边，病毒中心的伊万也收到了助手传来的消息。他虽然知晓了传染病的事情，但并不知道具体发生在哪个村落。于是伊万从市场上买了一份肉联厂的商品送到检测中心。虽然这块牛肉中并没有发现病毒的存在，但经过检测发现肉联厂送检的样品和其市场上售卖的并不是同一个批次。拿到结果的伊万立马找到了肉联厂的老板，但肉联厂的老板却说工厂里的废肉全部都由承包商进行处理，而且在2天前双方就解除了合约。他并不知道对方是如何处理的这些废肉。然而当伊万拿出检测报告警告他时，迫不得已的老板才说出了肉联厂非法倾倒的地点。随后拿到准确地址的伊万立刻让2名同事前往德卡村，而这边的安娜在助手的帮助下已经将2名患者转移到了荒废的救助站进行隔离。随后对所有村民进行了体温检测，并在每户人家的大门上进行标记。可在这个过程中，安雅突然在不远处看见了正要离开的村长一家人。原来村长害怕家人被传染，所以决定带着他们离开村落。然而即使他们现在没有出现感染的迹象，但也不能确保村长一家人的身上就没有携带病毒。面对安雅的阻挠，村长解释说自己只是带着家人前往山顶的住所，并不会和其他人进行接触。随即不顾安雅的劝说，径直离开了这里。没过多久，村长一家就路过了一户猎人的住所。可当村长进去查看时，才发现对方早已感染了疾病，死在了这里。慌忙走出屋子的村长赶紧带着家人继续前进，但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的妻子也渐渐感觉到了不适。
而且手臂上也开始长出那种脓包。可他不仅没有将这件事告诉给家人，反而用衣服遮盖住了手臂。与此同时，病毒中心的2名工作人员也赶到了德卡村，但可惜的是，最先患病的索菲亚还没来得及进行救治，就已经死在了病床上。得知这一情况的村民在极度恐慌之下，纷纷想要逃离这个地方。然而此刻已经得知消息的军方派遣了大量的部队对整个村落进行了封锁，因为病毒中心不能确定这种传染病的传播方式，他们用铁丝网将村落完全封闭起来，禁止一切人员流动，同时还安排了大量工作人员对每个角落进行消毒处理。除此之外，肉联厂非法倾倒的深坑也被找到，工作人员正在对堆积成山的腐肉进行紧急处理，大量以腐肉为食的鸟类盘旋在深坑的上空。就在所有人都被这一景象所震惊时，敏锐的安雅意外地在腐肉堆里找到了一条动物项圈，她立马记起自己之前在检查索菲亚随身物品的时候，曾在对方的手机中看见过一张索菲亚和一条流浪狗的合影，而那条流浪狗的脖子上正戴着这条项圈。之后病毒中心的人对索菲亚的尸体进行了查看，果然在索菲亚的右腿上发现了流浪狗的咬痕，这说明了索菲亚很可能就是因此受到的感染。在对周围进行细致的排查下，最终在距离村落不远处的一户人家里，安雅等人找到了这条照片上的流浪狗，而这户人家的主人早已经死于了传染病。不仅如此，工作人员还在附近的一条河流中发现了大量病死的动物。更加令人无比担忧的是，这条河流的下游途径多个人口密集的城市。为了防止这种传染病不受控制的蔓延，安雅立刻联系了上级申请扩大封锁范围，却被上级以不想引起群众恐慌为借口拒绝。仅仅是封闭了所有附近的地下水以及水库。安雅想要将受到感染的村民转移到医院进行治疗时，却也被军方拒绝。就在这时，一名女子带着小孩想要探望身处封锁区内的弟弟，但她的行为被工作人员及时阻止。看到这一幕的安雅发现女人正用着手语在和孩子进行交流。安雅见状，立马找到了女人的弟弟马特。在望远镜的帮助下，安雅通过马特将这里所有的情况全部传递给了隔离区外的女人，并让对方帮忙将这一切转告给记者。而就在这天晚上，助手意外在废弃的救助站找到了一份医疗记录，他发现早在几十年前这里曾经爆发过一场大规模的兔热病，身上也都出现了溃烂的迹象。在这份医疗名单中还出现了马特以及另一名老妇人的名字。看到这里的安雅立马想起了自己曾在他们的手臂上见到过溃疡痊愈后留下的疤痕，于是第二天一早，安雅就立马找到了马特进行了抽血化验。他发现马特的血液对这种病毒有着极强的抵御能力。安雅猜测兔热病的幸存者拥有一种终身的免疫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大大提升感染病毒后的抵抗力，而兔热病可以用抗生素进行治疗。为了证实它是否对这种传染病也有同样的效果，伊万将这个消息传回了病毒中心，让那里的同事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局面即将迎来好转的时候，几名医护人员意外地在距离隔离区数十公里外的草原上发现了同样的传染病患者，同时一所学校内的学生也感染上了这种传染病。随后大批的记者也聚集到了德卡村外，眼看传染病的事情已经无法隐瞒，迫于舆论的影响，政府立刻派遣了大量的医护人员封锁了整个学校，又将沿河的数个城市全部进行封控，同时发布公告让所有居民全部居家隔离，禁止外出。就在这一切有序进行的时候，德卡村突然发生了意外。由于这段时间感染者相继死亡，一名年轻男子为了见到被隔离的未婚妻，直接用刀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他害怕不等两人完婚，对方就离自己而去。见此情形的伊万一边安抚着对方的情绪，一边向军方申请了一套卫星设备。随后他便用视频会议的方式，在民政局工作人员的见证下，为男孩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婚礼。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当天夜里那名男子的未婚妻就因为病重失去了性命。其余没有感染的村民当即就想冲破封锁逃离这个地方。在工作人员上前阻止的同时，其中一名村民扯掉了安雅助手的面罩。剧烈争执让患病的村民产生了强烈的眩晕感，随之而来的呕吐让助手面部沾满了秽物。等到事态平息之后，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安雅只能将助手送进了隔离病房。与此同时，病毒中心的研究人员也拿到了马特的血液样本。经过一系列的测试和检验后，他们发现这种大规模爆发的感染病其实是一种新型的鼠疫。而另一边的安雅也在对助手进行检测的过程中发现，助手其实早已感染了那种未知病毒，但不知道为何他体内也同样有着极高的抗性。可在来到德卡村之后，他们一直就待在一起，就连吃的所有食物都完全一致。为此，安雅来到病房找到了助手，这才得知助手有着咀嚼甘草的习惯，而隔壁老妇人院子里的灌木丛中就长满了这种甘草。接着安雅就来到了那名老妇人的家中，随后在对方家中的地下室里找到了这名老妇人。对方似乎患有老年痴呆症，面对安雅的询问，她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一句话。就在安雅准备为对方抽血化验时，她突然感觉到了一阵强烈的眩晕感，
见此情形的老妇人立马走出地下室，想要寻求帮助。但没想到的是，当老妇人刚走到门外时，就突然忘记了自己想要干什么。紧接着，她便回到了屋内，看着敞开的地下室，老妇人毫不犹豫地关上了门。见此情形的安雅慌忙爬上楼梯，拍打着头顶的木板。但此刻老妇人已经上床熟睡，根本就听不到安雅的呼喊。无奈之下，安雅尝试了各种方法，试图撬开地下室的大门，但可惜最终全都无功而返，并且在病毒的侵蚀下，她的体温正在慢慢升高，全身开始逐渐乏力。在这个过程中，安雅还产生了大量的幻觉。好不容易摆脱了幻象所带来的困扰后，安雅利用地下室内存储的物品制作了一个简易的烟雾装置，将其点燃之后，她用铁管对准了地下室的通风口。没过多久，村庄内的工作人员就发现了这一异常状况。等到安雅被救出地下室，送进隔离病房之后，其余人也从她的口中得知了甘草的事情。紧接着，安雅的前男友就被军方请到了这里。原来，前男友创办的制药公司就曾生产过一种富含甘草的药物，但可惜这种药物早已停产。如今在重新启动生产之前，为了确保自己不会赔本，他表面上说要等实验室的分析结果来判断这种药物对传染病的治疗作用，私下里却开始打电话四处收购甘草，并开始联系合作伙伴紧急圈地种植。与此同时，之前不听劝阻毅然离开的村长一家，其中村长的妻子已经发病身亡，就连村长自己都已经染上了这种病毒。为了不连累自己的女儿，他让女儿走出大山去外界寻找救援，而自己则是悄悄回到妻子身边，点燃了火把。另一边的伊万则是带着病重的安雅来到了救护站，并联系了病毒中心的同事，送来了治疗鼠疫的抗生素。由于此刻安雅的病情已经刻不容缓，伊万等人已经没有时间去研究具体的药物配比。他们用甘草制剂和抗生素融合之后，凭借着感觉研制出了第一支疫苗。虽然不经过临床试验就用于人体治疗有违相关规定，但眼看安雅已经撑不过这个晚上，伊万还是冒险将药物注射进了安雅的体内。好在这一切都有惊无险，一夜过后，安雅的病情发生了极大的好转。紧接着，德卡村的所有传染病患者便被送进了医院进行了紧急救治，而病毒中心也对疫苗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在活体样本上多次验证了治疗效果后，制药公司开始针对疫苗展开了大规模的生产，令人闻风丧胆的疫情也得到了控制。不久之后，安雅便顺利出院。然而，包括安雅在内的所有病毒中心的工作人员都接受了上级的调查，原因就是他们擅自将未经临床实验的药物用在了人的身上。之后，这起疫情爆发的缘由也浮出水面。原来，德卡村附近的土壤中存在着放射性铀，其衰变时产生了大量的氡气，日积月累之下，导致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德卡村村民的免疫力急剧下降。几十年前，德卡村曾爆发过一次兔热病，但政府却只是简单的将其封锁，随后置之不理。所以部分误打误撞食用了甘草并幸存下来的村民们才会不相信医护人员。而这次传染病爆发的罪魁祸首还是那家肉联厂，他们将合格的肉食送往检测中心拿到许可，却偷偷从阿根廷进口了大量未经检测的肉食送进市场，接着又将大量废肉非法倾倒在郊外。这些肉食在腐烂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病菌，导致很多野生动物患上了疾病，而且随着食物链的递增，这种情况愈发严重，最终这种传染病蔓延到了人类身上。故事的最后，因为安雅等人在这次疫情做出的贡献，上级也就没有继续追究他们违反规定的事情。在疫情得到彻底解决之后，军方负责人因为及时封锁了德卡村成为了英雄，而大批生产疫苗赚得盆满钵满的药商也摇身一变成为功臣。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药商意外被一只蚊子叮咬，起初他并没有在意这件事，可等他回到住所后，一种进化之后的病毒开始迅速摧残他体内的免疫系统，